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寓言中，有一部佛教高僧留下的神秘诗篇，据说精准程度甚至超越推背图，准确的令人毛骨悚然。这就是唐代高僧黄檗禅师所留下的禅师诗。全诗共14首，每首4句，总共仅有392个字，却串联起了明朝以后数百年的中国国运兴衰。在短短数句诗中，他不仅预言了明朝的覆灭，清王朝历代帝皇的兴衰起伏，还隐藏着对近代格局的惊人描述。清末列强入侵，8年抗战胜利，国共之战分合，以及两岸局势和中共红潮命运的走向，都一一蕴含其中。更惊人的是，这14首诗中的12首内容都已经一一应验，而最后2首似乎正在我们眼前展开，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特别是2025年下半年，将有改变中国与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发生。黄檗禅师是谁呢？他原名西运，福建福州人，幼年时便在福州的黄檗山出家修行，因仰慕黄檗山之名，他后来说法时自称黄檗，人们便尊称他为黄檗禅师。一句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正是出自他之手，许多人耳熟能详。黄檗禅师在唐代声名显赫，弟子众多，其中不乏达官显贵。唐宣宗李忱年少时曾拜在他的门下，还有一位大唐宰相裴休，也是他的俗家弟子。相传会昌2年，公元842年，时任官员的裴休迎请黄檗禅师到江西讲法。黄檗禅师在那期间口述了一部预测国运兴衰的诗篇，由裴休整理记录下来，这便是黄檗禅诗。可惜这部预言诗的大部分内容已散佚失传，只有关于明朝末年以后的14首诗留存于世。而正是这残存的14首禅诗预言诗，精准描绘了明清已降中国历史的大戏。更巧合的是，另一部著名预言《推背图》详尽预言了唐朝至明朝的历史，但据传从第33项开始顺序被打乱，使明朝之后的预言变得扑朔迷离，不易解读。而黄檗禅师的这14首诗，恰好从明末清初开始，一路预言到当代，弥补了推背图在明朝以后的空白，仿佛冥冥中自有安排。一代高僧用这短短几百字，把后世朝代更替、战乱兴亡乃至今日局势都点到了一笔。那么这神秘的禅师诗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按时间顺序一起来深入解读。禅师诗的第1首一开篇就充满玄机，日月落时江海碧，清源相遇盼兴亡，8牛运象滇前进，29丹城金谷藏。短短4句，其实预示的正是明朝灭亡、清朝兴起的历史转折。首句日月落时江海碧，开头的日月2字合在一起，正好构成一个明字，暗示大明王朝将要落下帷幕。而日月既落，天地昏暗。紧接着江海碧意指山河闭锁，海域封闭，正是清朝入主中原后实行闭关锁国的写照。想想看，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中国从此进入数百年的清朝统治。清廷统治初期采取的正是严格的海禁和门户封闭政策，远离海外交流，这不正是江海碧的真实写照吗？更神奇的是第2句清源相遇盼兴亡。中国古人常用五行配合干支纪年，不同五行对应不同颜色，而生肖纪年中元指的就是申猴年，青在五行中属木，木的颜色为青，亦即蓝绿色，因此清元2字合起来指向甲申猴年。而明朝灭亡的那一年正是甲申年，公元1644年猴年。就在这一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大明亡国。同年清军乘机入关，从此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一只青色的猴子撞在一起，兴亡胜负就此揭晓。黄檗禅师以清源相遇4字神乎其技地点明了明清鼎革的关键年份和事件。第3句8牛运象滇前进更加绝妙，8牛2字上下组合，正好是一个朱字。大明皇室姓朱，滇黔即云南、贵州一带。这句话出了明朝最后的残局。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在清军和吴三桂追击下逃入云南，最终在缅甸被捕杀。
一路从云南到贵州，朱家王朝的命运在西南落幕。换言之，八牛运向滇前进，预示朱氏南明政权气数已尽于滇前边地，朱姓江山至此终结。试想，唐代高僧如何能预知千里之外、千年之后的这场悲剧？但当我们回首历史，永历帝在滇黔地区的覆灭，正应了这句诗。最后一句29丹城金谷藏，字面颇为隐晦，但解开来却令人惊叹连连。29是2乘以9等于18，指的是18年。丹城暗示出家修道成丹之意，金谷藏则让人联想到隐居山林，金盆隐藏。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原来此句指向清朝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帝。顺治在位18年，正好29得18。史书上记载，他驾崩于康熙8年，年仅24岁。然而民间传说纷纷，据说顺治皇帝并非真死于天花，而是看破红尘，悄然出家为僧，落发于五台山，潜心向佛去了。丹城金谷藏正巧点出了这一传说。顺治帝在18年帝王之运结束后，脱去龙袍隐匿起来，如金玉藏骨，不再现世。如此解读，整首14句环环相扣，先是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再写南明永历被灭，最后顺治帝出家，把明末清初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奇准无比地概括出来。黄檗禅师身处唐代，却能将千年后的明清之交巨变描绘如斯，不能不令人拍案称奇。预言跨过明末清初的大动乱。第二首诗映入眼帘，黑虎当头运季康，四方勘定竞垂赏，唐虞以后无私胜，五五还兼六六长。这首一般公认在讲清圣祖康熙皇帝的盛世功业。黑虎当头运季康，康熙8岁登基，那是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2年壬寅虎年。10天干中，壬属水，在五行中水的颜色为黑，故壬寅年被称作黑虎年。黑虎当头正好指明康熙登基的年份，一个幼童临朝，却开启了长达61年的治世。四方勘定竞垂长，意思是说康熙皇帝四处平定战乱，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征讨噶尔丹，平定了四方内乱外患，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垂长而治了。接下来唐虞以后无私胜，唐尧虞舜以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盛世，可见禅师师认为康熙一朝之清明盛大，堪比上古圣君时代。而最后一句五五还兼六六长，更是耐人寻味。五五25，六六36，相加正是61，分毫不差对应了康熙在位61年的超长统治。在位61年，乃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之一。黄檗禅师在诗中直接给出了康熙的统治年数，这种细致程度的预言让人不禁瞠目结舌。清朝的鼎盛远不止康熙一代。禅师诗的第3首紧接着就讲到，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有一真人出雍州，吉林原上使人愁，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皆逢岁一周。第一句一下点出雍州二字不言而喻，所指便是雍正。因雍正中带一雍字，可巧唐代时长安一带古称雍州，这里借指雍亲王胤禛的即位。第二句吉林在原，比喻兄弟和睦，手足情深，但诗中却说使人愁，那就是反其意而用之，兄弟相残，骨肉成仇。这正道出了雍正继位前后撕心裂肺的九子夺嫡。康熙晚年皇子们为争储位斗得你死我活，四阿哥胤禛及后来的雍正在9位兄弟的厮杀中脱颖而出，而其他阿哥们有的被圈禁，有的被改名羞辱，手足兄弟反目成仇，怎能不令人嗟叹使人愁呢？第3句须知深刻非常法，指雍正即位后执法严苛，施行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整治措施。他削权贵，改税制，推行摊丁入地，虽然强力整治吏治，增加国库财税，但也留下刚愎自用、手段残酷的评价，可谓深刻非常法。最后一句白虎街逢岁一周，则是点明了雍正统治的时间节点。雍正于康熙61年驾崩后即位，
那是公元1722年壬寅虎年。按理壬寅应是黑虎年，但诗中为何写白虎年呢？原来干支纪年有另一套纳音五行，壬寅年在纳音中属金铂金，金的颜色对应白色，所以称壬寅1722年为白虎年，并非颠倒黑白，而是另有玄机。雍正在位直到1735年驾崩，在位12年，12年刚好是岁星、木星绕行1周天的时间，所以诗曰岁一周。从康熙的黑虎年到雍正的白虎年，前后呼应，且用巧妙的色彩变换，藏头露尾，高人的遣词用字果然不同凡响。读完康熙、雍正，下一首自然该是乾隆盛世。第4首诗果然开篇就明示主角，乾卦占来景运龙，一般六甲祖孙同，外攘初度筹边策，内缠无残太古风。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位60年，这几乎追平祖父康熙的记录。诗中乾卦直接点出他的年号乾隆，乾卦在八卦中象征天，寓意盛大，景运龙即景运昌隆，象征国运繁盛。这两句道出乾隆朝承续康雍之治，国势依然兴旺。乾隆帝安内攘外，十全武功连战连捷，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两征金川，派兵收台，远征缅甸安南，对外扩张版图，缔造了大清最后的极盛之势。一般六甲祖孙同，意思是两代人同享60甲子之寿。乾隆执政60年，为不与祖父康熙记录，他在位满60年后宣告禅位给儿子嘉庆，自己退居太上皇，又活了3年才驾崩。这一主动内禅的举动，颇有上古尧舜让位的风范。诗中称无残太古风，亦即比起上古圣人也毫不逊色。这首预言乾隆的诗，既赞誉他国运昌隆、开疆拓土，又提到他主动让位的壮举，可谓对乾隆一朝的高度概括。然而盛极而衰，乾隆皇帝后期也开始奢靡昏聩，加之贪官和珅横行，为大清埋下了衰败的伏笔。第5首诗紧接着讲述乾隆之后的嘉庆时代。赤龙受庆使看家，那怕莲池开白花，25弦弹意尽，龙来龙去不逢蛇。开头即隐含了嘉庆的名号，受庆、看家，点出嘉庆。嘉庆帝于公元1796年丙辰龙年登基，10天干中，丙属火，火的颜色为赤红，因此丙辰年就是赤龙年。诗云赤龙受庆，形象地描绘出嘉庆龙年即位受领皇权之景。接下来那怕莲池开白花，莲池开白花看似美景，其实影射清代一次大的民变川楚白莲教起义。白莲教以白莲为标志符号，1796年正是嘉庆元年，爆发大规模起事，动荡5-6年才平息。预言诗中说那怕莲池开白花，意思是说虽有白莲米乱，也无需太过忧心，最终未能颠覆清廷江山，嘉庆仍算化险为夷，守成有功。25弦弹意尽，25根琴弦弹完就尽了，象征着嘉庆在位时间不长，数到25就结束。果然，史实中嘉庆帝在位25年，而最后一句龙来龙去不逢蛇更是点睛之笔。嘉庆皇帝龙年登基，又恰逢龙年去世，他的一生始于龙年，终于龙年，从未迎来过下一个蛇年，就已撒手人寰。诗句以龙蛇之交错隐喻年号，预告嘉庆寿数和统治长短如此精确，仿佛冥冥中自有定数。第6首诗描写的是嘉庆之后的道光帝，白蛇当道慢腾光，萧干勤劳一世忙，不幸英雄来海上，望洋从此叹洋洋。依旧是以年号入诗，白蛇当道中的道字直接点出道光2字。道光皇帝在1821年辛巳蛇年即位，辛属金，金色白，因此辛巳年可谓白蛇年。白蛇当道点明道光登基时的年份。道光皇帝以勤俭著称，早朝常常天未亮就起来处理政务，可谓萧干勤劳，操劳一世。然而再勤政爱民的君主也无力回天。诗句画风一转，
不幸英雄来海上，一个不幸道破天机，清朝的不幸降临了。因为海上来了一位劲敌英雄，这个从海上来的英雄引指远道而来的西方强权。果然，道光20年，公元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南中国海的大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本想以夷制夷，结果反遭重创，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自此陷入了望洋兴叹的困境。面对洋人的船坚炮利，堂堂天朝上国方知自己落后挨打，只能兴叹茫然。望洋从此叹洋洋，正是写进了道光朝以后清廷面对西方列强的无力和长叹。鸦片战争揭开了清朝江河日下步步挨打的100年屈辱序幕。第7首诗预示咸丰皇帝短暂而多难的统治。亥始无额二挂开，三三两两总堪哀。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开头的亥始即亥猪，提示咸丰帝是在猪年登基。咸丰元年是公元1851年辛亥猪年。诗中说二挂开，正是巧妙点出咸丰二字易经。64卦中有咸卦和丰卦，恰与咸丰之名吻合。咸丰皇帝在位仅11年，却可谓祸乱不断。三三两两总堪哀，3加3等于6，2加2等于4，连起来即是6、4，暗指在位时间不长。一解释10年不到，另一解读是史书上记载咸丰在位11年，诗以6和4组合成10，象征10年多一点。无论如何，咸丰朝充满了令人悲哀的事件，这2句形容他统治期间国运暗淡，多灾多难。那么具体有哪些灾难呢？后2句点出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东南方向有万里江山被红巾扰乱，指的正是以拜上帝会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以系红巾、穿红衣闻名，遍布东南各省。咸丰年间攻城略地，席卷半个中国。与此同时，西北千群白帽来，西北地区也有成千上万戴白帽子的军队兴起。这说的是与清廷对立的陕甘回民起义。当时穆斯林起义军男子多戴白色头巾或小帽，因此被称为白帽回民军。他们在西北与清军鏖战多年，让本就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更是雪上加霜。2场内忧叠加外患，英法联军还在咸丰10年，公元1860年火烧圆明园，逼得咸丰皇帝远逃热河。不久郁郁驾崩。从东南的太平军到西北的回乱，再到北方的洋枪洋炮，咸丰时期大清四面楚歌，真是总堪哀。咸丰死后仅6岁的同治皇帝即位，清廷在一片废墟上勉励中兴。第8首诗这样写道：同心左志运中兴，南北烽烟一扫平。一骑江州扬一赋，寒冰空自战兢兢。开篇4字点出年号同治。历史上把同治朝称作同治中兴，因为经历前朝内忧外患的极盛动乱后，在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等人的辅佐下，满清统治集团勉强平定了各地战乱，重新站稳脚跟。诗中南北烽烟一扫平，便指在同治年间，南有太平天国之乱，北有回民之乱，都被一一平定。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终于告一段落，大清暂时喘了口气。然而好景不长，一骑刚周扬一赋，一骑指12年，扬一赋意为再加1年。同治皇帝在位刚满12年又1岁，也就是13年就夭折死去了。更大的不祥在于，同治驾崩时年仅19岁，无子嗣，清朝的皇位继承因此再起波澜。最后一句寒冰空自战兢兢，尽管太平天国和回乱平息，看似恢复太平，但清廷内忧外患其实并未根除，列强虎视眈眈，国势衰微，整个大清依然像踏在薄冰之上一般颤抖度日。所谓中兴，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清朝的戏码还有最后一幕。第9首预言诗指向了清朝的终结。光芒闪闪见灾星，统序旁言信有凭。秦晋一家仍鼎足，黄元运物力难胜。这首诗较前几首更隐晦一些，
我们一步步来拆解。首句光芒闪闪见灾星，没有像之前那样藏头点出皇帝年号，但其实已经透露出光字，暗指清末倒数第2位皇帝同治的继任者光绪皇帝载湉。见灾星意味着灾难之星现世，光绪朝的确多灾多难，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庚子拳乱八国联军入侵，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光绪皇帝想维新变法图强，但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他本人也遭幽禁。满清王朝在光绪年间气数日衰，灾星高照。第二句统绪旁言信有凭，讲的是皇统的延续出了问题。光绪帝和他的继任者宣统帝溥仪都不是先帝的儿子，而是靠慈禧太后从旁系选定来延续皇位血脉的。光绪是同治帝的堂弟，被慈禧选来承继咸丰的血脉，而宣统帝是光绪的弟弟之子，也由慈禧指定为嗣君。这种旁延皇统的做法在清朝并不多见，预言师精准地指出了这一点。接下来秦晋一家仍鼎足，这一句一度出现2种不同解读。一种说法是指清朝灭亡后的局面，说辛亥革命之后南北2个政权表面议和统一，但实际军阀混战，鼎足而立。秦晋一家暗喻孙中山和袁世凯两方权力联姻合作，但最终袁世凯称帝，各方失和，黄兴与孙中山的革命力量难敌袁世凯篡权。然而另一种解读更贴合诗中一贯的隐喻方式，秦晋一家指的并非民国，而是清朝末期那位权倾朝野的女人慈禧太后。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出身满洲望族，嫁给咸丰帝成为兰贵人，可视为秦晋联姻般加入爱新觉罗家族。她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在同治和光绪两朝掌权数十年之久，俨然与帝王一家却3足鼎立。慈禧不是皇帝，却凌驾皇帝之上，这在清朝统治结构中形成了畸形的鼎足局面。相比之下，这种解释更符合诗中的隐晦风格。最后一句黄元运物力难胜，又是颜色加生肖的组合。黄元即黄色的猴子，代表戊申猴年，戊五行属土，土色黄，申猴年的土猴年便可称黄元之年。公元1908年正是戊申年，这年慈禧太后在西安病逝，溥仪年仅3岁登基成为宣统皇帝。清朝国运此时已经走到尽头，一个幼儿皇帝撑场面，如何力挽狂澜？所以诗曰力难胜，纵使奄奄一息，仍无法挽救败局。果然，3年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宣统皇帝退位，大清帝国寿终正寝。黄檗禅师的预言以黄元点出清朝最后一任皇帝登基的年份，并宣告清室无力回天。至此，清朝自顺治入关以来的260多年国运终于走到终点。如此奇准的预言着实令人震撼，1000多年前的诗句竟仿佛照着后世的历史剧本书写一般，让人不禁毛骨悚然。回顾前9首禅师诗，可以说清朝自始至终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都一一被囊括预示了。从明清鼎革到康乾盛世，从九子夺嫡到白莲教乱，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同治中兴，再到光绪变法和清帝退位，无一遗漏。而这9首诗也全都应验在历史中了。那么预言并未就此结束，在清朝之后，黄檗禅师诗还有第10首至第14首，继续讲述民国和共产革命以后的局势，甚至把中国未来的走向都描绘在内。其中第10首至第12首都已被现代史所证实，而最后的第13、14首诗正对应着我们当下的年代。如果前12首的命中率已经让人瞠目结舌，那么最后2首预言更是令人屏息期待，因为他们描绘的正是我们即将面对的现实。那么还剩最后的2首，正是令今人背脊发凉的篇章，因为他们关乎我们尚未完全经历的现在和未来。让我们继续顺着预言，看他对近现代的描绘和对未来的指引。清朝结束后，中国进入了风云诡谲的民国时代。禅师预言第10首描绘的正是民国初年的乱局。用午时当白虎年，四方各自起风烟，九州又见3分定，7载仍留一线盐。
这里首先提到用午时当白虎年，暗示着动午之时赶上了一个白虎年。在中国传统纪年中，白虎通常指庚寅或壬寅这样属金的虎年。不过也有人将白虎泛指战争之象。这一句预言被解读为蒋介石发动北伐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北伐始于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上，席卷南北，推翻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当时各地军阀混战，正如诗中所言，四方各自起烽烟，东南西北战火纷飞，列强干涉，军阀各霸一方，整个神州大地陷入军阀割据的烽烟之中。随着北伐战争和随后的各种冲突，九州又见三分定，九州指天下中国，三分让人联想到三国鼎立的局面。果然，在北伐完成表面统一后，中国很快又陷入内忧外患的三足局势。一是国民政府名义统一全国，但内部有新旧军阀林立；二是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建立满洲国，中国领土被撕裂出一大块；三是1927年中共南昌起义开始武装割据，建立苏区，此后红军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于是1930年代中期，中国实际上呈现国民政府、日伪政权、中共革命根据地三方势力并存的局面，可谓再现三分天下。禅师师预言乱世，再现三足鼎立，真是再贴切不过了。7载仍留一线言，这一句更加隐晦，但也耐人寻味。表面字意是说，经过7年的时光，仍旧留下一丝延续的火种。在历史上，这对应着抗日战争的背景。从1931年918事变算起，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正好是6、7年时间。7年之中，中日战火虽未全面燃遍全国，但中国东北早已沦陷，华北也岌岌可危，国难当头。然而在这危亡时刻，中华民族还留有一线生机。这一线生机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共赴国难的抗战统一战线，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尚有未沦陷的半壁江山和充足的人力物力，撑过最黑暗的7年。值得注意的是，延字也可能别有深意。中共的根据地延安正好取延为名。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以延安为中心积蓄力量，表面联合抗日，实则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或许禅师师的一线言还暗藏着延安的提示，说的是中共势力在战乱中得以苟延残喘，留存火种。这样理解的话，后面紧接的第11首预言就顺理成章了。第11首诗写道：鸿鸡啼后鬼生愁，保卫纷争半壁修，幸有金鳌能代主，旗分八面下秦州。这几句描绘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及随后国共内战的结局。鸿鸡啼后，鬼生愁。鸿鸡指的是鸡年，且泛指红色势力。公元1945年是乙酉鸡年，这一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日本鬼子投降，结束了8年的民族浩劫。然而战争结束后，中国并未迎来太平，鬼生愁可理解为鬼哭神愁，暗示新的苦难开始笼罩中国大地。对中国而言，日本侵略者是被打败了，但潜伏已久的中共势力却开始趁机做大，人民的苦难并未结束。正如毛泽东在日本投降时所说，我们不过打了5年进攻，今后还要10年防御。国共两党很快从合作转向全面内战，百姓又陷入兵险。保卫纷争半壁修，形象地概括了国共争夺天下的结果。为争夺900万平方公里的宝座，双方连年内战，最终打得山河破碎，国民政府失去了半壁江山。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底，国民党节节败退，大陆领土尽失，100年基业毁于一旦，半壁河山休矣，祖国江山落入共党之手。然而预言诗并非到此就戛然而止，其中第3句峰回路转，透出一线希望。幸有金鳌能代主，金鳌即传说中巨大的金色神龟，这让人联想到海上的岛屿，此处比喻中国东南沿海的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历史上，国民政府在大陆战败后退守台湾，台湾和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恰如神话中大海上的金鳌，
承载着正统的中华民国政权，让中华文化与自由的火种没有泯灭。代主二字指的就是承载着主人的意思，这金鳌背上驮着最后的领袖与政权。蒋介石在台湾保住了政权，以台澎金马为基地，延续中华民国的法统，等待将来东山再起的机会。接着最后一句旗分八面下秦州，点出了红色政权夺取大陆的场景。中共在抗战时期，其军队名义上称第八路军、新四军等，八字是其象征符号之一。而秦州在古代泛指陕西、甘肃一带，延安正是在陕北。从陕北发迹的中共八路军，最后扩张为100万雄师，插遍全中国的土地，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飘扬在神州大地的是象征共产党的红旗。可以说，这句话描绘的就是中共军队从根据地出发，八方攻势铺天盖地，夺取天下的过程。至此，禅师预言已把抗战、内战以至两岸分治的局势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海角偏安，台湾的中兴与对岸血结，历经战火，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之后走向何方？禅师并没有忽略它。第12首预言写道：中兴事业复临耳，死后牛前要得宜，既统偏安36，坐看境外血如泥。这是对台湾半世纪发展的神来之笔，读来令人感慨万千。中兴事业复临耳，临儿即麒麟耳，古时指贤能杰出的后代子孙，也指掌上明珠般的爱子。这句说的是蒋介石本人未能完成反攻复国的大业，他在生命最后几年将振兴中华的重任寄托在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身上。麒麟儿蒋经国被视作蒋家最出色的后嗣，肩负着延续中华民国、振兴台湾的使命。死后牛前要得宜，时指猪，牛指牛。猪年之后，牛年之前，这是一个巧妙的提示，那就是鼠年。死后牛前正是鼠年无疑。哪个鼠年呢？根据历史，预言对应的是民国61年，西元1972年，壬子鼠年。那一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经济建设，挥洒他的政治抱负。70年代的台湾在蒋经国领导下展开10大建设，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奠定了日后经济起飞的基础。蒋经国还以身作则，清廉治政，塑造起一代领袖的德行风范，可谓要得宜。80年代末，蒋经国更做出震撼人心的决定，解除长达数十年的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将台湾引向民主宪政的坦途。这一系列壮举确立了台湾在华人世界率先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的地位。难怪禅师要用要得宜4字来称颂。继统偏安36，从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继承正统偏安海岛，到1985年前后，约莫36年时间，诗句预示蒋氏父子在台湾执政数十年，守着这一隅之地偏安发展。蒋介石在台湾统治26年，蒋经国执政10余年，父子两代合计约36年。这36年里，他们继承中华传统，在台湾保存并发扬中华文化，创造了经济奇迹，也逐步开启政治民主化，被誉为台湾经济奇迹和台湾民主奇迹。然而，当台湾海岛蓬勃发展之时，对岸的中国大陆却经历了一场场血雨腥风。坐看境外血如泥，身处台湾岛内，目睹海峡对岸血流成河。从50年代初的正反、土改，到60年代的大跃进和3年大饥荒，再到6、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大陆亿万民众陷入各种政治运动的浩劫之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千万计，真可谓血流成河，血泪成泥。即便到了80年代，仍有1989年的天安门流血镇压。这一连串人祸恰好让台湾同胞坐看，隔着台湾海峡，目睹了共产集权统治下的沉痛惨剧。禅师以冷峻的一句血如泥与要得宜的台湾盛景形成鲜明对比，道尽两岸殊途。历史的剧本写到这里，黄檗禅师预言的12首全部对应了已发生的史实，每一首都精确无比。如果前12首的命中率已经让人瞠目结舌，
那么最后2首预言更是令人屏息期待，因为它们描绘的正是我们即将面对的现实。那么还剩最后的2首预言，他们将把目光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以及整个人类可能面临的关键时刻。现在我们来到第13首和第14首预言诗的境地。在这2首诗里，黄檗禅师把眼光投向共产红潮的未来走势。其中第13首隐约讲述了中共建政后的起伏兴衰，第14首则似乎是对最终结局的点明。第13首诗写道：赤蜀时同运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西方再见南军至，刚到金蛇运已终。短短4句道尽共产中国几十年的沉浮，还隐藏着一个惊人的时间讯号。赤蜀2字乍看难解，其实别有深意。赤字在这里一方面代表红色，共产主义常以红色为标志；另一方面，赤可解作火，也可泛指南方。至于蜀时，指的就是鼠年。在中国农历纪年中，每逢子年即鼠年，那么赤蜀时可以理解为一个带着红色标记的鼠年，又或者指2个不同的鼠年，一个鸿运当头，一个运途逆转。事实上，共产党的兴衰似乎真的与2个鼠年息息相关。1948年和2020年。1948年，中共经过几年内战，夺取了华北广大地区，到了次年便席卷全国，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了红色政权。那一年对中共来说可谓时来运转，气势赤红。反观2020年，世界却因一场从中国爆发的新型瘟疫而陷入巨大灾难。中共当局在国际上的形象一落千丈，内政外交皆狼狈不堪。赤蜀时同运不同，禅师诗正是暗示，虽然同样是鼠年，但前一个鼠年中共鸿运高照，后一个鼠年风云逆转，厄运临头。2个鼠年一起一落，天壤之别。接下来，中原好景不为功，点破了中共执政几十年来经常宣称的丰功伟绩，其实名不副实。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表面上一片繁荣盛景。然而这盛景并非中共之功，而是多种因素结合的结果，有赖于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大量输入，靠无数勤劳而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血汗付出，靠透支环境和资源的惨痛代价，还有通过各种不光彩手段，如偷窃技术、间谍渗透得来的利益。换言之，中原大地表面的好光景只是暂时幻象，绝非中共体制优越所致，而是外因堆砌、内耗透支的产物。黄檗禅师早在1000年前就洞悉了这一点，诗中用不为功3字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中国奇迹背后的假象。西方再见南军至，意思是西方世界再次看到了南方来的军队出现在古代。中原以南的军队可能指蛮族入侵，但在这里暗喻现代中共军队对世界的扩张威胁。联想到近年来中共在南海大举扩张，在南太平洋打造人工岛礁，部署军事力量，频繁出动军机、军舰扰台，在全球范围内彰显野心。尤其自2020年后，中共加强对台湾的武下骚扰，派出大批军机南下台海上空耀武扬威，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警惕。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加强在南海和西太平洋的联合军事演习，构筑围堵中共的防线。可以说，西方国家已再见到中共的南军侵略之势。预言诗以简短的几字道出大国对抗的态势，西方世界重新觉醒，面对南来之军开始严阵以待。这无疑是在暗示今日的国际局势，中共的霸权野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全球反制。最令人击节的是最后一句，刚到金蛇运已终，这看似平常的一句，却隐藏着对未来的惊人预告。字面上，金蛇即金色之蛇，按传统五行纪年，属金的蛇年被称作金蛇年。很多人第一次读到会问，哪一年是金蛇年？根据干支推算，每60年循环一次，离我们最近的新巳金蛇年是2001年，再下一次将是2061年。难道预言说中共要到2061年才灭亡吗？其实未必。前文我们已看到，禅师诗中的年代暗示有时并不拘泥于常规五行配色，比如赤鼠
并非传统的火鼠年，而是借赤来指代共产政权。同样道理，金蛇或许也并非单纯指五行属金的蛇年，而是象征某个特定的年份或标志性的时刻。何况诗中说刚到金蛇，刚到意味着一到那个点上便结束，并非要等整个金蛇年过完。所以很多研究者推断，这里的金蛇更可能指代特定年份，而不是干支纪年意义上的辛巳年。那么金蛇究竟指何时？有一种解释认为，金蛇喻指一条刻有王贡石的金光闪闪之蛇。这里就要说到一件离奇的真事。2002年，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从山崖上崩落的巨石，石面天然裂纹显示出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后来被称为藏字石。那块巨石上王字尤其清晰刺眼，许多人见了纷纷议论，这是否预示着中共的亡党之兆？中国共产党将于何时灭亡？如今黄檗禅师的预言给出了答案，当金蛇到来之时，就是它的运数终结之日。结合当前局势和前后文逻辑来看，这个金蛇指向的正是眼下即将到来的农历蛇年2025年。因为诗中的事件线索已推演到2020庚子鼠年，下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干支节点就是2025年的乙巳蛇年。以五行属木，按常理应称木蛇年，但诗中偏称金蛇，可能是强调其珍贵或关键性，犹如黄金之蛇，意味着不同寻常。换言之，黄檗禅师1000多年前就将洪朝的末日预言在了金蛇年，而对应现实极可能就是指向西元2025年。诗句运以终，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红色政权的国运将在那年走到尽头。联想前文庚子年2020，瘟疫横行，中共穷于应付内忧外患，算是露出了败相。此后几年来，中国内部经济下滑，失业潮起，极端天灾频仍，外交上四面受敌，国际形象跌入谷底。可以说，种种迹象都在酝酿一场巨变。如果预言可信，那么到了乙巳蛇年，一场改天换地的大事将会发生，中共可能面临土崩瓦解的命运。这场巨变或许会以台海冲突为导火索。当前中共不断以武力恐吓台湾，甚至扬言不惜一战。如果他孤注一掷，犯下大错，引火烧身，最终垮台，也正印证了西方再见南军至，刚到金蛇运以终的预言。当南军侵扰太平洋，国际正义联手反击，黄金之蛇年一到，洪朝便寿终正寝。当12首预言已经在历史中兑现，最后这石破天惊的2句无疑令人既震惊又期待。黄檗禅师诗走到尾声，似乎预告着中国乃至全世界即将迎来命运的转折点。千年之前的高僧穿透历史烟云，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国运巨变一一道来，其准确率之高让人不寒而栗。如果说前12首预言已灵验，那我们有理由严肃看待这最后的金蛇年之兆。中国古代的预言从不仅仅关乎中国一国，往往也隐隐与整个人类的兴衰息息相关。当下国际形势动荡，东西方对峙加剧，而2025年很可能是关键的一年。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国运和人类的命运，难道真的早已被写定在诗中？亦或这只是一部博大精深的隐喻史诗，需要我们以后见之明去解读？无论如何，黄檗禅师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与未来。如今我们正站在2025年的门槛前，如果预言成真，那将是一场改变历史的大戏。即便预言只是巧合，我们也从中得到警示：盛衰无常，天道轮回，任何帝国或政权终有盛极而衰的一天。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金蛇之年的到来，看一看这被称作准到可怕的佛教预言是否真的会在我们眼前再次印证。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也许不久之后，我们就能见证这传奇预言的最后应验，以及随之展开的新篇章。